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娘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辛普森家第6季第9集。孩子们都是很喜欢吃糖的，辛普森家3个孩子更是如此，恨不得把糖当饭吃。看到孩子们这么喜欢，辛巴神秘兮兮对他们说，他知道有一个地方比糖果还要甜，那就是糖果贸易展销会，而他刚好就得到2张票。要说他们的来历，就不得不提到可怜的阿普了。每100万块小丑糖中藏有1张票，所以他就去阿普店里把包装全撕了。2个小孩很快就开始争夺票的所有权。不过辛巴并不打算带孩子们，他想带老婆去。这当然并不是因为什么夫妻情深，而是只有辛巴才能最大限度带回糖果。好吧，这个理由确实无法辩驳。2个孩子也觉得这样更划算。在糖果面前，孩子们的动手能力直线上升。辛巴的外套上被缝上了大大小小口袋。就在2孩子还在埋头苦干的时候，门铃声响，是照顾他们的人来了。房门打开了，是个年轻女大学生。虽然小新宁愿是个流浪汉，但辛小妹却很喜欢，还认得这个女孩子，因为她曾去过春田小学，做过女性话题演讲。还没等女孩开口说话，辛巴就拉着辛巴匆忙离开了。大人们走后，小新又开始羞辱这个女孩，不过他有对付这种小男孩的办法。果然，一卷录像带就操控了小新。有票的人就是不一样。辛巴和辛妈很快就进了展销会现场，抓一把塞嘴里，抓一把塞老婆身上，根本没有时间停留。不过有一些高科技糖果能让他们驻足，比如一颗悬浮在磁场中的糖果，虽然也仅仅是听了介绍就被辛巴吃了。最让辛巴惊叹的还是那个在玻璃罩下的糖果维纳斯，这是由数个橡皮糖工匠精心雕刻而成，那栩栩如生的神态仿佛还冲着辛巴眨眼睛。辛巴沦陷了，忙吩咐他的最强僚机给他打掩护。辛妈本想拒绝，但他的口袋被糖果撑破了，所有人都蹲下身帮他捡。好机会，辛巴一拳突破了玻璃罩，取出了维纳斯。其他的也就罢了，那颗糖是展销会最珍贵的展品，人们自然不肯放过他俩。不过辛巴不愧是破坏之王，直接朝会场扔颗炸弹。孩子们自然是十分高兴，在辛妈身上钻来钻去，最后伴随糖果滑出来。成堆糖果中却始终没有发现维纳斯。搜寻无果之后，辛巴只好先开车送那位女大学生回家。辛巴的无理让他很恼怒，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让辛巴停车。正当那位大学生起身要走时，辛巴突然发现维纳斯在他的屁股上，他自然是想也没想就把他扯了下来。女孩惊恐的回过头，正对上辛巴猥琐的表情，尖叫一声之后迅速的跑开了。辛巴对女孩的异样自然是毫无察觉，只觉得维纳斯格外的香甜。吃了太多糖果的小新和辛小妹肚子已经有些难受了，不过他们还是勉强继续吃。就在这时，窗外聚集了很多举牌抗议的人，为首的正是昨天女大学生。她告诉人们辛巴非礼了自己。门外的抗议愈演愈烈，辛巴希望妻子能够相信自己，他很害羞，从来不曾轻薄过女性。辛巴确实站在他这一边，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先出面澄清。但是当辛巴说出事实的真相时，他们却觉得那只是他的借口。再加上他真空上阵，直接让人们的愤怒到达了顶点。他们甚至在辛普森家的门外安营扎寨，等他外出的时候就蜂拥而上，从家里一直跟到他工作的地方。都好几天了，抗议活动也没有平息的迹象。辛巴直接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辛妈的身上。事实却是他早就出面见过那个女孩了，可人家就是不信。他现在除了支持辛巴以外，已经无能为力了。这些话让辛巴陷入了绝望之中，他急需一个人让他脱离苦海。就在这时，电话响了，是一个电视节目的负责人。他听说了辛巴最近的遭遇，表示愿意为他提供帮助。很快，辛巴就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，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景，甚至还高度还原了自己对维纳斯痴迷的神态，目光呆滞，口水直流。就在辛巴还想说什么的时候，主持人打断了他，表示这些已经足够了。全家人都坐在电视机前观看辛巴的访谈。然而节目的内容并没有朝众人所期待的方向发展，反而将辛巴推入了更加罪恶的深渊。他们通过剪辑等一系列的描黑操作，直接将辛巴塑造成了一个下流的猥亵狂。所用到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辛巴痴迷的表情，甚至还打出了故事情节均为真实的名号。关掉电视之后，辛巴唯一能想到的解决办法，那就是全家人都去海底生活。只要生活在海底，就没有人能指控他非礼，还有源源不断的海底生物给他当食物。辛巴打断他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，不过目前唯一的办法也只有让时间淡忘一切了。然而这个世界注定不会让他们如愿，直升机和汽车很快就包围了他们的家。这些疯狂的媒体丝毫不给辛巴喘息的机会，就连洗澡的时候都会被偷拍，还恶意的编造谎言来抹黑他。就连从来没有见过辛巴的女人，似乎都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在综艺节目里，他就是女性的公敌，甚至已经出现了以他为素材拍摄的电影。在其中，他是一个毫无同情心的色情狂，企图猥亵柔弱的少女。几乎每一个电视频道都在播出有关于辛巴的事迹，还有无人机在他们的家门外全天候的记录。在最新一些热心观众投票中，有绝大部分人认为辛巴有罪。面对所有针对他的一切，辛巴情绪十分低落，感觉自己被全世界孤立了。就在这时，有一群人拨开媒体朝辛普森家走来，领头的是老谋子，他嚷嚷着
自己是辛巴的朋友，但他们并不是来支持他的，而是过来贩卖他的秘密。看着那些媒体疯狂的出价，辛巴绝望的拉上窗帘，他期望能得到家人温暖的拥抱。愣了1秒之后，大家勉强上去抱住了他。辛巴为他们的犹豫而感到难过，孩子们解释不是不相信他，而是他们不可能不看电视，毕竟他给他们的陪伴比辛巴多得多。等到辛巴上楼了，孩子们还去亲热的抱了抱电视。辛巴蜷缩在卧室的床上，他被这些针对他电视节目逼得只能看调侃过去的笑话了。辛巴带着孩子们走了过来，表示已经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帮他平反。辛小妹告诉辛巴，他之所以被媒体妖魔化，是因为他们只在乎娱乐，而不是在乎真相，所以必须要找一个不在乎娱乐的地方伸张正义，那就是公众使用电视。在家人们的帮助下，辛巴开始了关于他真相的演说。他承认自己一生中做过无数的坏事，但从没有非礼过女人。虽然仅有的2个热线电话也与这件事无关，但总算是迈出了揭开真相的第一步。这太让人伤心了，只有甜品才能让辛巴好受些。不过令他想不到的是，一个人的出现给事情带来了转机，那就是红发威利。他的业余爱好是摄影，而辛巴事件的真相恰好被他拍到了。他从女孩的屁股上扯下维纳斯，以及最后吃掉，一切都清晰可见，真相大白了。辛巴开始觉得，如果所有人都喜欢偷拍，那么没有法官也能够主持正义了。当女孩看到了事情的真相后，她也无话可说，立刻承认了自己的错误。就连最开始抹黑辛巴的电视节目也开始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并对以前所有造谣的事做了统一的澄清。当然，辛巴也包括其中。然而，在下一期的预告中，红发威利成了节目的主角，并且说他会不经意间偷拍你的录像，是一个流氓偷窥者。看着电视上威利的头像，辛巴觉得这个人真是太恶心了，全然忘记了他曾是自己的恩人。辛妈都看不下去了，告诉辛巴应该学到一个教训，那就是看到的未必都是真的。然而辛巴却表示自己什么都没有学到，因为他对电视痴迷，可比孩子们强太多了。在这个终于平缓的时代，人们无处宣泄的正义感继续在胸腔里像着了火似的，失控着随时扎进别人的脊梁骨里。而且每天都能接触到的网络与媒体，就是当下最主要的消遣手段之一。尼尔·波兹曼曾在他著作《娱乐至死》中尽情论述电视对公众的影响。本集中的辛巴的经历可算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在把新闻当作娱乐的时代，没有人会在意事情的真相，唯一让他们感兴趣的就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奋力地谴责别人，仿佛加入了一场讨伐猥亵狂的狂欢，就能够把自己归入正义的一方，从而找到生活的积极意义。然而对电视信仰深信不疑的人们不会知道，自己已然成了无良媒体的傀儡，而这些掌握真正话语权的背后势力，才是将人们推向娱乐至死的根本力量。当所有关于公共领域的内容都以娱乐的形式出现，人类就只能被动成为他的附庸，直至娱乐至死。在如今这个机不离手的时代，这样的话题无疑是带给了我们更多的思考。我们大多数人每天都会从手机上接收各种零碎化的信息，常常未知全貌就轻易为事情下了定论，殊不知我们所兴奋的一切不过是出于别人的诱导，而不是基于整个事件的真相。可怕的是，在如今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，人们仅仅明白自己被愚弄，似乎并不能改变现实。就像是亲身经历过的辛巴，最终依然会相信电视上所说的一切。若是不想被时代的浪潮所吞噬，也许波兹曼的话能够给予我们启发，回归严谨，警惕娱乐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